好，大家好，我是 Esther。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天气的原因啊，就是现在是6月中旬，还有半个月就要到7、8月份了，就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但是我们今年的天气很奇怪，今年天气是偏冷的，前2年是个很热的冬天，今年是冷的。6月中旬下了一两场雨，我们现在气温又刷了一下降到10几度。就我昨天周一不是歇了一下吗？也没歇过劲儿，今天周二早上觉得还是有点疲惫的。我 partner 倒好 ，partner 直接就发烧了，他周日就已经开始喉咙疼了，然后我就给他推这个 vibe， 说你喝一罐下去，明天你又跟个全新，明天又是个全新的自己。他不肯喝，他觉得那玩意儿难喝，确实难喝，但是真的管用。然后昨天喉咙更疼了，今天也疼了。本来我说你要不吃个感冒药退烧药吧，他坚持说自己没有感冒也没有发烧。我说 OK fine， you do you。下午就开始发烧了，烧了我看啊101.2华氏度，是多少摄氏度啊？大概烧到38度半吧，就我还整个人挺热乎的。我说得行吧。不听我的，他是那种，他有求于你的时候，他还会跟你刚，就是他又需要你帮忙，但他又质疑你做对不对，就很不爽。就我作为他的对象，我已经给他提过很多次关于他嗓子疼了要该做什么可以让你缓解一些的建议，他说他不要。他生病了，然后我又要花费额外的精力去照顾他，这个一切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这个人奇怪了，我就会因为他这些奇怪的行为兜圈圈，没有办法，生活就是这样。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不在我的掌控之内，但他要把我拖下水，他可以把我拖下水，就是因为他是水象星座，然后我是土象星座，很明显我是个土象星座。我会喜欢他，就是特别恣意放纵、不受控制的那一面，觉得挺可爱的。但是当这一切深深刻刻的影响到我的生活、我的效率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靠，好他妈烦。但是我不能只接受一个事物好的一面，不接受它坏的一面，我就 OK， I'll take it。但是以至于我刚才在刷完的时候，我还是特别的窝火。我出来分析说，我很久没有这么窝火了，我是为什么这么生气呢？我生气的本质还是因为今天效率不够高，我不够高，所以我不够好，又是我的内在小孩在发火了。其实说真的，再多歇息一天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毕竟是充充实实的忙了整整4天，休息个2天也不过分吧。然后我又开始安抚内在小孩说，你很棒了 ，You are fucking awesome， OK，Don't be upset。但是因为一部分原因，我还是，比如说我做事情做到一半，我 partner 摇摇晃晃从床上起来，说自己要吃完饭才能吃药，跑出去给他买菜，买了2趟，然后我做事就这么被打断了，我就心里还是觉得很不爽。所以我会把效率不高这件事情怪在他身上，他有责任。但我最大的问题是我为什么对此又感到愤怒和急躁？那是因为我的内在小孩他又开始出来作威作福了。I don't want that。我待会儿要再调整心态，安抚一下我的内在小孩。OK， 然后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最近天气应该是不太行的，因为我今天还感觉有一点虚虚的，我也喝了一瓶那个白，看一下明天的状态吧。可能这就是一个需要让人休息的雨季，挺烦人的。然後第二件事情是我闺蜜前阵子突然给我发了一个抖音的链接，说要看一下讲什么，讲 ACE 抓人的事儿，就是一个留学生没带团体，然后
后被抓进去了。抓进去之后好像要庭审，1年之后庭审吧，还是怎么着，反正要抓进去待蛮久才能出来的。然后这事儿就在我心里留下了一点印象，我就稍后有点要不还是带一个吧，但你知道一张 A4 纸揣在身上也挺烦的，我就说那要不就印一张小一点呢。然后我就印了一张 A4 纸1/2、1/4跟1/8大小的，这个是1/8大小的那个爱团体，好可爱，可以把它贴在我的手机背面。我没有贴，只是贴纸，我只是把它放在这儿，然后盖上我的手机壳。他们说要带一张 printed 爱团体，也没说要带多大。他们看不清的话，就给他们看电子版喽。你让我印我也印了，看不清是你的问题。他也没说要质量多好，对吧？反正这也是一张的这代团体，我不管。我发现其实1/4就能印得蛮清楚了，1/8看的确实是费劲一点，因为那个激光扫描，就是激光扫描它的那个 pixel， 它的 pixel 还是挺粗的。然后这是第2件有点好玩的事情。我今天在投工作的时候，我其实又有一些烦躁，就是可能今天的工作都是有点恶心的那种吧。有一家建筑工作室，它又要 resume， 又要 cover letter， 还要2个 reference 推荐人。咱们简单一点，直接看作品集不好吗？然后我感觉其实我还挺矛盾的，就是again 我又需要一份工作，但是我又应该大家都是这样，我又讨厌找工作跟工作这件事情。我心里想的，我之前说过了，钱多事少的一份工作，希望遇到一个贵人，希望我可以好好的发挥我的创意，这是我想要的工作。但是找工作的时候，为了每天凑15，一个星期就100份的工作，就是每天投15份的话，老是投到恶心的工作。然后我时不时又在小红书上，可能这2天在小红书上又刷到一些，就是说美国大环境不好啊，有绿卡都找不着工作呀这些。但是呢，我不一样，我想要创造这个契机，我也知道我一定可以找到工作，只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工作而已。也可能就是今天一整个就是有点烦躁，然后这个烦躁它就会吸引来更多让我觉得烦躁的事情。总之今天是不算特别愉快的一天。早上起来11点多吧，昏昏沉沉的，我把昨天带回来的那个 Chipotle burrito 一大个吃完了。早上我还是买2个披萨，为什么买这个 burrito？ 那 burrito 吃下去我又困了，一觉睡到下午4点。刚坐那儿干会事情 ，partner 嚷嚷的说他要先吃饭再吃药，因为他发烧了。我说 OK， 我就来回跑2趟买他要的东西。第一趟买完，他说忘记让我买葱姜蒜，我说行，那我再去一趟，该买葱姜蒜。然后回来我就开始捯饬我要吃的晚饭，我就搞了碗冷面，然后搞了点牛肉片，加了点那个韩式泡菜。我呼噜呼噜一碗吃下去，我又困了，我嘴馋了，真的很想吃冷面。然后大概就又晃悠一会儿，又该跟我的 motion graphic 的甲方开会了。说 motion graphic 我今天淘宝上买了一些网课，你们懂了，淘宝上买了一些网课。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 YouTube 博主叫 Seven， 我觉得他的 motion 的方向是我喜欢的方向，就是我即便不以 motion graphic 为工作，我还会像画画一样会做 motion， 就是它的 motion 像散文，像一首诗，就是你只是抓住每天的几个 moment， 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觉得哇，就是这个东西很棒，你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设计和特别炫酷的效果 ，just be narrative， 就很简洁很唯美，我就喜欢这样的动画。然后他在 Glosso 上出了2个网课，应该不是2个吧，我不知道。哦对，一个是我其实不确定是不是2个，因为我知道一个他是专讲他的 still frame， 我大概看了一下，他 still frame 基本上都在 After Effects 里面抠出来的，
好怪啊，就直接从 After Effects 里面开始抠。我真的特别讨厌 After Effects 那一套缩图的系统。但是 Expert 是在上面抠的，我也看一下专家是怎么用 After Effects 抠图的吧。就是他画了一个稿，直接让 After Effects 就开始做，这是他的 workflow。然后第二个是他，应该也是他的，他讲的是如何在 A1 里面做 3D， 就是那个平面里面那种，可以说是伪 3D 吗？也不是伪 3D， 也算 3D 吧，就把几个面拼起来，拼成一个正方形，它就是个 3D 的东西，大概是这个效果。我刷了一下，我觉得挺实用的，应该会对我接下来接的这个 freelance 有帮助。然后今年另一个沮丧的点可能在于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这些网课，然后我又是要一边做接单的内容，又要一边学这个东西，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这个事情又让我感到烦躁。但是没事儿，一切都会摸索出来的，没问题的，加油！今天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 ，See you guys。